刚上菜，婆婆就喊来小姑子一家5口。我离开，婆婆，你走了谁买单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老公陈一凡结婚8年，日子过得还不错，就是有个会挑事的婆婆。我婆婆这个人心眼不算坏，但偏心眼偏的能戳死人，尤其对她的小女儿，我那小姑子陈雅琪，平时家里的小摩擦多得数不清。婆婆总是理所当然的让我给无业在家的小姑子买东西，理由永远是你们在大公司工作，收入稳定，帮衬妹妹是应该的，或者在家族聚会上当着众人夸赞小姑子如何会持家，转头就数落我穿得太时尚，不像个有正经工作的人。这些我都当耳旁风，懒得计较。陈一凡是个室内设计师，在一家装修公司做首席设计，最近接了个大单子，一套价值1000万的别墅，业主是个暴发户，对设计要求特别高。一凡为了这个项目没日没夜地改图纸，光效果图就做了10几版。上周五，业主终于满意了，当场拍板签约，设计费12万一次性到账。一凡回家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在发光，抱着我转了好几圈。婉婉，这次咱算是翻身了，走，周末咱们去吃顿好的，也叫上妈，让她高兴高兴。他想了想，又补充，就去那家新开的樱花屋吧，听说环境特别棒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吗？樱花屋那家日料店人均消费不低，环境确实雅致。我算了算，我们3个人控制在2000块左右，也能接受。毕竟一凡辛苦这么久，庆祝一下是应该的。于是我点头，行了，就咱们仨，清静。一凡立刻给婆婆打电话，电话那头，婆婆的声音透着不同寻常的兴奋。哎呀，一凡有出息了，妈一定去。是哪家餐厅？什么时候？她连着问了好几遍，还特意确认了包间名字。挂了电话，一凡还得意地说：“你看，妈多高兴。”我当时心里有点奇怪，婆婆平时对我俩出去吃饭可没这么上心，但看着一凡开心的样子，也没多想。现在回头看，那份热情背后全是他的小算盘。周六下午5点，我和一凡提前到了樱花屋。餐厅装修得很有格调，木质结构，暖色灯光，还有潺潺的流水声。服务员把我们领到预定的包间净月庵，里面是榻榻米，一张方桌，刚好能坐8个人。想着婆婆年纪大了，口味清淡，我们先点了几样经典的刺身拼盘、和牛寿喜锅、天妇罗。一凡又加了份鳗鱼饭，说是他爱吃。菜单合上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挺满足的。一家3口安安静静吃顿饭，多好。过了10分钟，婆婆来了。她今天穿了件新买的紫红色外套，脖子上还围了条丝巾，明显精心打扮过。一进门就笑容满面。哎呀，这地方真不错，一凡有眼光。妈，您坐这边。一凡赶紧给她安排座位。婆婆四处打量着包间，眼睛亮得不正常。这得不少钱吧？还行。今天高兴吗？一凡有点不好意思。婆婆拿过菜单翻了翻，嘴上说着够了够了，你们点的就很好，但手指却在最贵的那几页停留。最后她指着蓝鳍金枪鱼刺身和松叶蟹，对服务员说：“这2个也来1份。”难得一凡发财了，不能小气。我心里一沉，这2样加起来就要1500块，快赶上我们之前的预算了。但想着是一凡请客，他也没反对，我就没吭声。只是我注意到，婆婆接下来有点心不在焉，时不时掏出手机看一眼，
又频频往包间门口瞄，那表情像是在等什么人。妈，您怎么了？我问。没事没事，就是觉得今天高兴。婆婆摆摆手，但眼神还是有些飘忽。我还以为她是第一次来这种高档的地方，有点紧张。天真的我压根没想到她在打什么主意。正当服务员端着第一道菜进来的时候，包间门突然被推开了，一张笑嘻嘻的脸探了进来，是小姑子陈雅琪。妈，哥，嫂子，她嚷嚷着，侧身让开，后面跟着她老公韩志博，手里还牵3岁的女儿韩菲菲。我瞬间愣住了，筷子停在半空。一凡也是一脸懵，显然事先不知道。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门外又走进来2个人，是陈雅琪的公婆，50多岁的样子，穿得整整齐齐，一看就是专门打扮过的。一下子，原本宽敞的包间就挤满了人。婆婆噌地站起来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哎呀，都来了，快坐快坐。她那熟练的语气，明显早有预谋。然后转头对我和一凡，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说：“我寻思着，一凡发财这么大的喜事，一个人庆祝多没意思，就让雅琪他们也过来热闹热闹，热闹热闹。”我看着陈雅琪一家毫不客气地找位置坐下，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放大了无数倍。哎呀，这地方真高档！陈雅琪的婆婆一屁股坐下，眼睛四处乱转。雅琪说她哥嫂子要请客，我们还不敢信呢。韩志博更直接，拿起桌上的菜单就开始翻。既然嫂子请客，那咱们就不客气了。服务员，再来个神户牛肉，还有这个帝王蟹。爸爸，我要吃那个。菲菲指着菜单上的图片。好好好，今天舅舅请客，想吃什么都行。韩志博大手一挥，我的脸瞬间冷了下来。一凡也傻了，张着嘴想说什么，却被这阵仗给镇住了。妈，这……一凡小声想和婆婆商量，婆婆瞪了他一眼。都是一家人，你发财了，请大家吃顿饭怎么了？苏婉都没说话。你急什么？没说话，我是被气得说不出话。陈雅琪这时候倒是贴心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嫂子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我妈说你们最近发了大财，我们也沾沾光。”沾光？我看是要把我当提款机。更过分的是，韩志博还叫来服务员，又加了清酒和各种小菜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既然嫂子请客，就要吃好点，不然多没意思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着情绪。在这种场合大发雷霆只会让自己难堪，但要我老老实实当这个冤大头，绝不可能。我慢慢站起身，拿起放在一旁的包。这个小动作立刻引起了婆婆的注意，她眼神一凛，警觉地看着我。我去趟洗手间，我淡淡地说。婆婆的眼神跟着我移动，直到我走到包间门口。我的手刚碰到门把手，它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蹭地跳起来，3步并作2步冲到门口，用身体挡住门。苏婉，你想去哪？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利。洗手间。我继续保持平静。洗手间在那边。她指了指另一个方向，但身体依然挡在门口不让开。包间里的对话声渐渐停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。陈雅琪的公公放下筷子，有些尴尬地看着这一幕。韩志博则继续大口吃着神户牛肉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我看着婆婆戒备的表情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妈，您是担心我跑单吗？我轻声问道。婆婆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但嘴上还是强硬，说什么跑单不跑单的，菜都点了，人也都在，你总不能撇下大家不管吧？对啊，嫂子。陈雅琪也站起来。
我公婆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，你这样走了，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？韩志博也放下筷子，眼神变得有些不善。就是说好的请客，这时候想溜，连孩子都被大人的气氛感染了，怯怯地看着我。我被6双眼睛盯着，进退两难。身后是小姑子一家的冷嘲热讽，身前是婆婆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。一凡夹在中间，脸憋得通红，一个劲地搓手。妈，苏婉，都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。她的声音微弱无力，像风中的蜡烛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低头一看，是银行的消费提醒短信。您尾号0324的储蓄卡于18点35分消费1680元。1680元，我愣了一下，这是刚才夹菜的费用。我抬头看看桌上那些还没动过的昂贵菜品，再看看这些理直气壮等着我买单的人，心里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。但我没有发作，反而冷静下来。我重新坐回位置，掏出手机，打开计算器。既然大家都在，那我们就来算算账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婆婆的脸色变了。算什么账？当然是算今天这顿饭的账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我来算算我们最初点的菜品：刺身拼盘380元，和牛寿喜锅680元，天妇罗280元，鳗鱼饭220元，总计1560元。我顿了顿，抬头看向在座的所有人，这些是我和一凡的消费，我可以承担。然后我的手指指向桌上那些没动过的菜：蓝鳍金枪鱼800元，松叶蟹700元，神户牛肉1200元，帝王蟹腿1500元，还有那瓶清酒680元。这些总共4880元。是你们后来加的。包间里一片安静，只能听到我按计算器的声音。按道理说，谁点的菜，谁买单，这是常识。我合上手机，看着婆婆。妈，您觉得呢？婆婆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陈雅琪急了：嫂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妈说了你请客，你现在反悔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请客？我反问。是你妈擅自做主，说我请客，我可从来没答应过。韩志博也坐不住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付这些钱？当然，我点点头。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这是基本道理。婆婆终于找回了声音，开始撒泼。我不管那么多，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，今天这顿饭就是你请的。她说着，竟然伸手要来抢我的包。既然你们小两口有钱，帮衬一下长辈和亲戚怎么了？妈，一凡总算有了反应，拉住了婆婆。您别这样。但她转头对我说的话，让我彻底心凉了。苏婉，要不就算了吧，都是一家人，闹成这样多难看，闹成这样。我看着她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一凡，你告诉我，从头到尾到底是谁在闹？她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这时候，陈雅琪的公公也开口了：小苏啊，我们确实是听说你们要请客才来的，现在这样，既然是误会，那就各付各的。我打断了他，我不占大家便宜，也请大家别占我便宜。我站起身，对服务员说：麻烦分开结账，这些菜品算我的。我指了指最初点的几样菜，然后指向后来加的那些，这些请单独算。婆婆急了，声音更加尖利：你走了，这账谁结？你想让我们老人家洗盘子还债吗？这句话终于让我忍无可忍了。我慢慢转过身，直视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妈，第一，今天说请客是一凡的提议，原本只是想请您一个人，
第二，现在多出来这么多人，事先没有任何人征求过我的同意。第三，这些天价菜品也不是我点的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冷。您现在让我买单，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儿媳妇，就该任人宰割吗？你……婆婆被我这番话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我继续说道：我今年32岁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广告公司工作，从文案做到创意总监，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，我没偷没抢，凭什么要为别人的贪心买单？包间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我这番话镇住了。陈雅琪的婆婆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，尴尬地低下头。韩志博也不敢再说话，只是用手肘碰了碰陈雅琪。我掏出手机，对着婆婆举起来：妈，您再说一遍，今天这顿饭是不是必须由我来买单？您喊来这么多人，就是为了让我当冤大头？我的手指已经悄悄按下了录音键。婆婆看到我举着手机，明显慌了，眼神开始闪躲。你拿手机干什么？留个纪念。我淡淡地说，以后万一有人说我不孝顺，我也有证据证明到底是谁在道德绑架。陈雅琪想冲上来抢我的手机，删了，你不许录。一凡赶紧拦住他：雅琪，你别乱来。就在这一片混乱中，我抓住机会，绕过还在发愣的婆婆，快步走向收银台。等等！婆婆在后面叫喊：苏婉，你站住！但我没有回头。我走到前台，对收银员说：您好，我要结账。包间敬月安，只接这几样菜。我把手机里记录的清单给他看。收银员有些为难，可是包间里的其他客人，其他的菜品他们会另外结算。我拿出银行卡，麻烦快一点，刷卡，输密码，打印小票，一气呵成。账单显示1560元整。我仔细收好发票，转身往餐厅门口走去，身后传来婆婆气急败坏的声音：苏婉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但我没有停下脚步，推开餐厅的玻璃门，走进了夜色中。外面的空气格外清新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感觉压在胸口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手机开始疯狂响起，是一凡打来的。我看了一眼，没接，直接打车回家。回到家里，我洗了个澡，换上舒服的睡衣，倒了杯红酒，坐在阳台上。城市的夜景在眼前展开，万家灯火像星星一样闪烁。我想起8年前刚结婚时的憧憬，再看看现在的处境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手机还在不停地响，除了一凡，还有婆婆的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，直接设成了勿扰模式。11点多，一凡终于回家了。他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无奈。他在门口换鞋的时候，动作很轻，像是怕惊醒了什么，还没睡。他走到阳台门口，声音里带着一丝试探：睡不着。我没有转头看他，他在我身边坐下，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：苏婉，今天的事，妈她也是一时糊涂，你别太放在心上。我转过头看着他：糊涂？一凡，你真的觉得他是糊涂吗？他避开我的眼神：那来都来了，怎么办的？怎么办？我冷笑一声：当然是你们把剩下的账结了呗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那个，他欲言又止，一共花了6000多，6000多。我在心里算了一下，除了我付的1560，他们竟然又加了菜。一凡，我看着他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在你心里，到底谁是你妻子？他愣住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如果今天这种事再发生一次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是继续让我当那个任人宰割的冤大头，还是学会保护你的妻子？
她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。最后，她叹了口气：“苏婉，咱们能不能别闹了？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”我站起身：“一凡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这句话。”我转身走进卧室，关上了门。那一夜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脑子里不断回放着今天的一幕幕：婆婆那副理直气壮的嘴脸，小姑子一家那副贪婪的样子，还有一凡那句都是一家人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今天的事情绝不是偶然，而是8年来所有委屈的一次总爆发。第二天早上，一凡很早就出门了，估计是不想面对我。我正在吃早餐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门外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婆婆。她一个人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拎着个保温盒，脸上的表情我看不太清楚，但显然不是来道歉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门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婆婆看到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强硬。苏婉，咱们需要好好谈谈。她推开我走进屋子，把保温盒放在餐桌上。我给你煮了粥，趁热喝了。我看着她这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阵寒意。妈，您今天来是为了昨天的事吧？她在沙发上坐下，整理了一下衣服。昨天你那样做，让我在亲家面前很没面子。雅琪回去后，她婆婆对我的意见很大，说我们家不懂礼数，不懂礼数。我差点气笑了，到底是谁不懂礼数？苏婉，婆婆的声音开始带上教训的口吻，你也不小了，该懂事了。咱们做儿媳妇的就应该贤良淑德，孝顺长辈，帮衬小叔子小姑子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天经地义。我看着她，妈，您说的这些有法律条文吗？她愣了一下，什么法律不法律的，这是做人的道理，做人的道理。我重复着这几个字。那按您说的道理，我就应该把工资卡交给您，然后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我还不能有意见，对吗？我也没让你交工资卡，就是偶尔帮衬一下，偶尔。我打断了她，妈，您还记得3年前雅琪生孩子的时候吗？月子中心的费用是我出的，3万块。雅琪坐月子期间的营养品也是我买的，又是2万多。孩子的奶粉钱、尿布钱，哪样不是从我和一凡的工资里出的？婆婆的脸色有些不自然。那不都是应该的吗？应该的。我站起身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。妈，我给您算算这些年我们应该花的钱。我打开文件夹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各种收据和转账记录。雅琪结婚时的彩礼，我和一凡补贴了5万。雅琪买车，我们又出了8万首付。雅琪家装修房子，我们负责了厨房和卫生间，3万多。还有这些，我一张张地翻着票据。雅琪孩子的早教班、兴趣班，韩志博失业期间的生活费，每说一项，婆婆的脸色就难看1分。几年来，我们在雅琪身上花的钱总共27万8千块。我合上文件夹，妈，这些都是应该的吗？婆婆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半天才硬着脖子说：“你怎么算得这么清楚？”因为我想知道我的善良到底值多少钱。我看着她，妈，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工作，从来没向家里要过1分钱，反而每个月都要给这个家贴钱。我图什么？图什么？婆婆的声音高了起来。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，花点钱怎么了？以后雅琪也会帮衬你的。帮衬我？我苦笑一声，妈，您觉得昨天雅琪对我的态度像是会帮衬我的样子吗？婆婆又沉默了。我继续说，昨天在餐厅，是谁理直气壮地让我买单？是谁张口就点最贵的菜？
是谁说既然嫂子请客就要吃好的？这就是您教出来的好女儿。那她也是一时高兴，一时高兴。我摇摇头，妈，您真的觉得昨天是巧合吗？他们一家6口人，包括雅琪的公婆，都恰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樱花屋，而且还都盛装打扮。婆婆的眼神开始闪躲。您提前告诉了雅琪吧？我盯着她，告诉她我们要去樱花屋庆祝，告诉她一凡拿到了12万设计费，告诉她这是个宰我们的好机会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婆婆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没有。我拿出手机，妈，您忘了昨天我录音了吗？要不要我放给您听听？雅琪是怎么说妈说你们发大财了这句话的？婆婆的脸瞬间白了，我看着她惊慌的表情，心里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。妈，您知道吗？昨天在餐厅，当您堵住门不让我走的那一刻，我心里想的不是钱，而是尊严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锋利。您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提款机吗？还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？婆婆终于有了反应，她站起身，声音又变得尖利。苏婉，你别以为你有点钱就了不起，我儿子不娶你，有的是人要嫁给他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一凡跟你离婚？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，但我没有暴跳如雷，反而冷静得可怕。我看着他，缓缓开口：妈，您刚才说什么？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但嘴上还是强撑着。我是说，您是说要让一凡跟我离婚？我打断了他，因为我不愿意当冤大头，所以您要拆散我们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拿起桌上的保温盒，打开看了一眼，里面是白粥。妈，您今天来是想用这碗粥收买我，让我继续当那个任人宰割的儿媳妇吧，然后顺便威胁我，如果不听话就让我离婚。我把保温盒推到她面前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吃这碗粥。婆婆的脸涨得通红。苏婉，你太过分了，过分。我看着她，妈，到底是谁过分？是我维护自己的尊严过分，还是您道德绑架过分？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凡打来的。我接通电话，开了免提。喂，苏婉，妈去看你了吗？一凡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。来了。我看着婆婆，就在我面前。那就好，你们好好聊聊，有什么误会说开就行了。误会？我冷笑一声。一凡，你妈刚才说要让你跟我离婚，你觉得这是误会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婆婆急了，想要抢过手机，被我躲开了。一凡，你听着，我的声音很平静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给你家任何人1分钱。雅琪的孩子要上学，韩志博要买车，你们家有任何开销都别指望我。苏婉，你别这样。一凡的声音里带着慌张。我怎么样了？我反问。我只是想过正常人的生活，这很过分吗？可是妈，她年纪大了，你就不能让她？听到这句话，我彻底绝望了。结婚以来，每一次争执，一凡都是这句话，你就不能让她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，为什么总是我让步？为什么总是我牺牲？为什么我不能有自己的底线？一凡，我看着手机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在你心里，到底谁是你的妻子？你当然是我妻子，但是什么？但是妈毕竟是长辈。我挂断了电话。婆婆看到我挂电话，以为是机会来了，立刻换上一副可怜的表情。苏婉啊，妈刚才说话重了点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不能商量的？我看着她这副变脸比翻书还快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阵恶心。妈，您走吧。苏婉，你听我说，请您走。我走到门口，
打开门，婆婆还想说什么，我直接说：如果您不走，我就报警说有人私闯民宅。她这才慌了，急忙拎起保温盒往外走。走到门口时，她转过身，眼神里带着怨毒。苏婉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，闭上眼睛。这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很累，很累，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心累。结婚8年，我究竟在为什么而坚持？下午，我请了半天假，一个人在家里静静地思考。傍晚时分，一凡回来了。他推开门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有愧疚，有无奈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。苏婉，我们谈谈吧。他在我对面坐下。好，我放下手中的书。你想谈什么？关于昨天的事，还有今天妈来找你的事。他顿了顿。妈说你态度很强硬，完全不肯退步。退步？我看着他。一凡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退步？继续当提款机，还是继续被人道德绑架？苏婉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？妈，她也是为了家庭和睦。家庭和睦？我打断了他。你觉得现在我们家庭和睦吗？他沉默了。我继续说，一凡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我。你说，第一，昨天去樱花屋之前，你知道妈会叫雅琪他们去吗？他摇摇头，不知道。第二，你觉得昨天的事是意外，还是有预谋的？他犹豫了一下，应该是意外吧。第三，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，你会怎么选择？这次他沉默得更久了，最后他叹了口气。苏婉，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没有恶意的。雅琪他们生活也不容易，咱们能帮就帮一把，不行吗？听到这个回答，我心里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。一凡，我看着他，你知道吗？8年来，我一直在等你成长，等你学会保护我，等你明白什么是是非对错。但是现在我发现，我等错了。苏婉，你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我站起身，在你心里，我永远排在你妈和你妹妹后面。无论他们怎么欺负我，怎么算计我，你都会找借口为他们开脱，然后让我大度，让我理解，让我退步。我没有，你有。我的声音提高了。一凡，结婚以来的每一次冲突，最后退步的都是我。我退够了。他被我的话镇住了，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我走到阳台上，看着外面的城市夜景，心里忽然变得很平静。我决定了。我转过身看着他，我要搬出去住一段时间，我们都冷静一下。搬出去？他急了。苏婉，你别这样，咱们有什么事可以慢慢商量。商量？我摇摇头。8年来，我们商量了多少次，每次的结果都是我妥协，我退步，我累了。那你要搬去哪？我已经联系了林雨嫣，暂时住她那。林雨嫣是我的闺蜜，也是我为数不多的知心朋友。你早就计划好了。一凡的眼神里有些受伤，不是计划，是被逼的。我看着他，等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学会保护你的妻子了，我们再谈。说完，我转身走进卧室，开始收拾行李。一凡跟在我身后，手足无措地看着我往行李箱里放衣服。苏婉，你别这样，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谈。我没有理他，继续收拾东西。正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婆婆打来的。一凡看了我一眼，接通了电话。喂，妈，一凡啊，苏婉那丫头是不是要跟你闹离婚？婆婆的声音很大，我在这边都能听清楚。妈，您别胡说。苏婉指示，我就知道会这样。婆婆的声音更大了，这种女人要不得。一凡，你听妈的话，趁着年轻赶紧离了她，妈给你重新找个懂事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停下了收拾行李的动作，转过身看着一凡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急忙说：妈，您别说了。
苏婉在旁边呢。在旁边怎么了？我就是说给她听的。婆婆丝毫不收敛。苏婉，你听好了，我儿子不缺女人，你别以为离了你他就活不了。我看着一凡拿着手机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阵悲哀。连这种时候，他还是不敢为我说一句话。我走过去，拿过他的手机。妈，您说的对，我对着电话说，既然您觉得一凡不缺女人，那就让他去找别的女人吧。从明天开始，您的好儿子就自由了。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把手机扔给一凡。他呆呆地看着我，像是不敢相信我刚才说的话。苏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有回答，继续收拾行李。其实我要带的东西并不多，主要是一些换洗的衣服和必需品。这个家里真正属于我的东西其实很少。收拾完行李，我拖着箱子走到门口，一凡跟在我身后。苏婉，你真的要走？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。一凡，你还记得我们结婚时你说过的话吗？他愣了一下。什么话？你说会保护我一辈子，不让任何人欺负我。我的眼眶有些湿润。可是8年来，伤害我最深的恰恰是你的家人，而你不但没有保护我，反而一次次地要求我妥协。他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一凡，我爱你，但我更爱我自己。我看着他，如果爱你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尊严，那这样的爱，我宁可不要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推开门走了出去，身后传来一凡的声音：苏婉，你等等。但我没有回头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回头了，看到他的眼泪，我可能又会心软。但这一次，我不能再心软了。电梯门在我面前打开，我走了进去。就在电梯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一凡冲了出来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电梯开始下降，我看着那个显示楼层的数字，心里默默倒数：18、17、16。每下降一层，我就感觉自己离那个充满算计和伤害的家更远一点。到了1楼，电梯门打开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去。楼下的保安看到我这个样子，关心地问：苏小姐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出门？去朋友家住几天？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那您小心点，要不要我帮您叫车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走出小区大门，站在路边等车。夜风吹在脸上，有些凉，但我的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。8年来第一次，我不用再担心明天会有什么新的算计在等着我，不用再担心会因为拒绝什么合理要求而被指责不孝顺。车来了，我上车报了林雨嫣家的地址。在车上，我给林雨嫣发了条微信：我过去了。她很快回复：好的，我在楼下等你。20分钟后，车停在林雨嫣住的小区门口，她已经等在那里了。看到我拖着行李箱下车，立刻迎了上来：怎么样，还好吧？她关心地问。我点点头：还好，先上去吧，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。林雨嫣是个很贴心的人，她没有问太多，只是默默地帮我安排好房间，给我倒了杯热茶。苏婉，你考虑好了吗？她坐在我对面，认真地问。什么？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抱着茶杯，感受着手心传来的温暖。我也不知道，先冷静一段时间吧，然后再决定。那一凡呢？我想起一凡最后那个慌张的表情，心里有些复杂。我不知道他会怎么选择。林雨嫣点点头：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那一夜，我睡得很安稳。这几天来，我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。没有人会在深夜打电话过来，说雅琪又需要什么帮助。没有人会第2天一早就过来，拎着什么东西，实际上是来要钱的。
没有人会用都是一家人来道德绑架我。第二天早上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林雨嫣已经去上班了，给我留了张纸条，冰箱里有早餐，加热就能吃，好好休息，有事打电话。我热了杯牛奶，烤了片面包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早餐。阳光从窗户洒进来，落在餐桌上，一切都那么安静美好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凡的电话。我看了一眼，没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打来了，这次我接了。喂，苏婉，你还好吗？一凡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我很好，昨天晚上妈又打了好几个电话。他停顿了一下，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关于你的，我没有接话。苏婉，我想了一夜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错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跳快了一拍，但我很快就冷静下来。每次吵架后，一凡都会说类似的话，但过不了多久，同样的问题还是会重复出现。一凡，我轻声说，你觉得你错在哪里？他似乎在组织语言。我不应该总是让你妥协，不应该总是站在妈和雅琪那边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应该保护你，而不是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些。这些话听起来很动人，但我知道，仅仅是认识到错误是不够的。一凡，如果我回去，你能保证不会再发生昨天那样的事吗？我问。我会努力的。努力？我苦笑一声。一凡，我要的不是努力，我要的是承诺。你能承诺，从今以后，当你妈或者雅琪再想算计我的时候，你会站在我这边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苏婉，她毕竟是我的母亲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。即使到了这种时候，他还是舍不得那根孝顺的锁链。我知道了，我平静地说。一凡，我们都冷静一段时间吧。苏婉，你别挂电话，我们再聊聊。没什么好聊的了。我说，等你想清楚什么对你最重要的时候，我们再谈。挂断电话后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一凡不会改变的。她从小就被婆婆灌输孝顺的观念，在她的认知里，儿子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母亲，妻子就应该无条件的迁就婆家。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。下午，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，是雅琪打来的。嫂子，听说你跟我哥闹分居了。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幸灾乐祸。有事吗？我没心情跟他聊天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跟你说，我哥一个大男人，没了你也能活得很好。倒是你离了我哥，看你还能神气到什么时候？我差点气笑了。雅琪，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说这些？我就是提醒你一下，别以为有点钱就了不起。我哥要是想找女朋友，有的是比你年轻漂亮的，那挺好的。我淡淡的说，这样你就有新的嫂子可以算计了。你说什么？雅琪的声音尖了起来。我说，你可以继续你的老本行，找各种理由让新嫂子给你买单。不过我建议你动作快点，万一新嫂子比我聪明，看穿了你们家的套路怎么办？苏婉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？我冷笑。雅琪，到底是谁过分？是我不愿意当冤大头过分，还是你们全家算计我过分？我们什么时候算计你了？我们没算计。我打断他，那前天晚上的事怎么解释？你们一家6口人，包括你公婆，都恰好出现在樱花屋，而且还都盛装打扮，这是什么？心灵感应吗？雅琪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我继续说，雅琪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从今以后，别再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好处。你要上学费，找你老公要；你要买东西，找你妈要；你有任何需要，
都别来找我。你还有，我的声音变得更冷。如果你再敢给我打这种电话，我会考虑把前天晚上的录音发到网上，让大家评评理，看看到底是谁不要脸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雅琪没有再打来。晚上，林雨嫣下班回来，给我带了我爱吃的小笼包。怎么样？今天有什么进展吗？她一边拆包装，一边问。一凡打电话来了，说认识到错误了。我苦笑。还有雅琪也打来了，估计是来挑拨离间的。那你怎么想？我想了想，雨嫣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太过分了？过分？林雨嫣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认真地看着我。苏婉，你知道我认识你多久了吗？15年。对，15年。这些年来，我看着你从一个自信开朗的女孩，变成现在这样小心翼翼，总是怀疑自己的样子。你知道我有多心疼吗？他在我旁边坐下。苏婉，你一点都不过分，相反，你太善良了，善良到让人心疼。可是大家都说我不孝顺。谁说的？林雨嫣的语气有些愤怒。那些说你不孝顺的人，有哪个了解真相？他们知道你这8年花了多少钱在一凡家人身上吗？他们知道你受了多少委屈吗？我摇摇头。苏婉，我问你，如果你的朋友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，你会怎么劝他？我想了想，我会让他保护自己。那为什么轮到你自己，你就不会保护自己了呢？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。苏婉，你要记住，善良是美德，但善良不等于软弱。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维护自己的尊严，这不是自私，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底线。林雨嫣的话像一道光，照亮了我内心的黑暗角落。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这要看你自己的想法。他认真地说。你还爱一凡吗？我沉默了很久。我也不知道。那你觉得，如果一凡真的改变了，你们的婚姻还有可能继续吗？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改变。我摇摇头。8年来，每次吵架后，他都说要改，但结果你也看到了。那如果他不改变呢？如果他不改变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那我们就只能分开了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感觉心里的某个重担突然放下了。是的，如果一凡不改变，我们就只能分开。我不能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。第3天，我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，是我们公司的总监发来的，说有个重要项目想让我负责，问我有没有兴趣。这个项目是给一个国际品牌做广告策划，如果做成了，不仅奖金丰厚，还有机会升职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工作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东西，它能让我忙起来，忘记那些烦恼，也能让我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和团队一起讨论创意、修改方案、联系客户。这种充实的感觉是我很久没有体验过的。在家的时候，我的时间总是被各种家庭琐事占据，要么是婆婆有什么要求，要么是雅琪有什么需要。我很少有时间专心工作，更别说追求职业发展了。现在，我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一凡偶尔会给我打电话，但我们的对话都很简短。他会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，我会说还没决定。他会说妈很后悔，我会说那很好，我们都在等对方先低头，等对方先妥协。但这一次，我不会先妥协了。1周后的周5晚上，我正在公司加班，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。喂，你是苏婉吗？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。我是。您是哪位？我是张美玉，韩志博的前女友。韩志博的前女友。我愣了一下。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跟你见个面，有些事情想告诉你。
关于韩志博和陈雅琪的。我心里一跳，什么事？电话里说不清楚，能见面聊吗？我现在就在你们公司楼下的咖啡厅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9点了，但出于好奇，我还是答应了。10分钟后，我在咖啡厅见到了张美玉，她看起来30出头的样子，长得很清秀，穿着得体，看起来像是个有教养的女孩。谢谢你愿意见我。她在我对面坐下，我知道这样很唐突，但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。什么事？她深吸一口气。韩志博欠了很多钱，网络借款，差不多20万。我一惊，什么？他喜欢赌，网上赌球。当初我跟他分手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张美玉的表情很严肃。前段时间我听朋友说，他好像找到了新的财源，所以最近还款很及时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怀疑他把主意打到了你身上。他看着我，苏婉，你要小心。韩志博这个人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感觉脑子里嗡的一声。你是说韩志博欠了20万网贷？张美玉点点头。我跟他交往的时候发现的，刚开始他只是偶尔买个彩票，后来越陷越深，开始网上赌球，输了就借钱，借了再赌，恶性循环。我的手有些发抖。那雅琪知道吗？应该不知道。韩志博很会装，表面上看起来老实巴交的，实际上心机很深。张美玉叹了口气，我是不忍心看你被骗，所以才来找你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我有朋友在你们小区做物业，听说你最近搬出来了，他们都在传，说你和老公因为钱的事情闹矛盾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我想起前段时间听韩志博打电话，好像提到什么嫂子有钱、别墅项目之类的话，就猜测可能和你有关。这下我彻底明白了，怪不得雅琪他们那天那么积极，怪不得婆婆提前通知他们，怪不得韩志博点菜的时候那么不客气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韩志博欠了20万网贷，急需钱还债。听说一凡拿到12万设计费，就动了歪心思，和雅琪婆婆一起策划了那场鸿门宴。苏婉，你还好吧？张美玉关心地问。我回过神来，还好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不客气。韩志博这个人人品有问题，我不希望无辜的人被他害了。回到林雨嫣家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他听完，气得直拍桌子。我就说那天他们的行为不正常。原来是这样。苏婉，你绝对不能回去。我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如果张美玉说的是真的，那这8年来雅琪一家对我的态度就都解释得通了。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家人，只是把我当成了提款机。那些嫂子最好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全都是演出来的。我想起雅琪生孩子时，我主动承担的3万块月子中心费用，想起韩志博失业时，我和一凡每月给他的2000块生活费，想起他们买车时，我们出的8万首付。原来我的善良，在他们眼里就是愚蠢。手机响了，是一凡的电话。我看了一眼，没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发来微信：苏婉，妈今天又提起你了，说很想你，周末回来吃顿饭吧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心里涌起一阵悲凉。直到现在，一凡还是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。他以为只要我回去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他不知道，有些伤害一旦造成了，就再也无法修复。我没有回复他的消息。第2天上午，我正在公司开会，前台突然打电话说有人找我。是谁？说是您婆婆。我心里一沉，婆婆怎么找到公司来了？我让前台把她带到会客室，
自己匆忙结束会议，走了过去。婆婆今天穿得很正式，脸上也化了淡妆，看起来是精心准备过的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在她对面坐下。苏婉啊，妈想你了。她的态度比上次好了很多。你看你搬出去这么多天，也不回家看看，有事您直说吧，我没心情和她绕圈子。她似乎被我的冷淡态度弄得有些尴尬，但很快就调整过来。苏婉，妈知道你还在生气，但咱们做长辈的脸皮厚点，主动来道歉，你就别跟妈计较了。道歉？我看着她，你要为什么道歉？为那天餐厅的事。她有些不自然。妈当时也是一时糊涂，没考虑周全，一时糊涂。我冷笑，妈，您提前通知雅琪他们，这也是一时糊涂吗？她的脸色变了变。苏婉，妈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想知道真相。我直视着她的眼睛。韩志博是不是欠了很多钱？婆婆的脸瞬间白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所以是真的。我的心彻底凉了。您知道韩志博欠债，所以才策划了那场饭局，想让我给他还债。苏婉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站起身，解释您怎么和雅琪、韩志博一起算计我，解释您怎么把我当成提款机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婆婆也急了。志博确实遇到了点困难，但我们也没想让你全出啊，就是想着你们条件好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，帮一把。我气笑了。那天那顿饭15000多，您觉得这叫帮一把？可是你们也没吃亏啊，那些菜你们也吃了。我吃了什么？我打断他，那些天价菜品，我动过一筷子吗？婆婆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着情绪。妈，我最后问您一次，韩志博到底欠了多少钱？他犹豫了很久，才小声说：20万左右。20万。张美玉说的没错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和一凡给他还这20万，也不是全让你们还。婆婆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我们也会想办法的。想什么办法？继续骗我？我看着她，妈，您知道我这几年在雅琪身上花了多少钱吗？她不敢看我的眼睛。278000块。我一字一句地说，您的女儿已经从我这里拿走了278000块，现在还想要20万，您觉得合理吗？苏婉，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我彻底爆发了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家人，雅琪会在我面前炫耀她的新包新衣服，然后暗示我也该买一个吗？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家人，韩志博会在外面欠债，然后指望我来还吗？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家人，你会联合他们一起算计我吗？婆婆被我的话镇住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妈，您现在明白了吗？在您心里，我从来不是您的女儿，我只是一台提款机，只要按对了密码就能出钱的那种。我的眼眶有些湿润，但我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。苏婉，不是这样的。婆婆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是不是这样？您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妈，我还要工作，您请回吧。苏婉，你就真的不肯帮雅琪吗？她也是没办法了。没办法。我冷笑。韩志博赌博欠债，这叫没办法。妈，您知道赌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吗？婆婆愣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韩志博欠的如果真的是赌债，他完全可以不还。那些放贷的人如果用非法手段催债，韩志博还可以报警。可是他们会来要钱，那是韩志博自己的问题。我站起身，妈，您的儿媳妇不是救世主，我没有义务为别人的错误买单。婆婆还想说什么，我已经走向门口。保安，麻烦您送这位女士离开。我对门口的保安说。苏婉，婆婆在后面叫我，
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吗？我转过头看着他，妈，到底是谁绝情？是我拒绝被骗绝情，还是您算计儿媳妇绝情？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回到办公室，我关上门，靠在椅子上。同事小王敲门进来，苏总监，您没事吧？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没事，可能有点累。我勉强笑了笑。要不您早点回去休息，下午的会议我可以带您参加。不用，我没问题。工作是我现在唯一的寄托，我不能因为这些糟心事影响工作。下午开会的时候，我强迫自己专心投入，讨论创意方案，修改文案，联系客户。忙碌让我暂时忘记了烦恼。会议结束后，我收到了一凡的微信。苏婉，妈说她去找你了，你们聊得怎么样？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忽然觉得很累。一凡到现在还是不明白，我和他妈之间的矛盾根本不是靠聊聊就能解决的。我回复他，聊得很好，我们彻底聊清楚了。很快，他又发来消息，那你什么时候回家？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回复一凡，我想我们应该正式谈谈了。什么意思？明天晚上7点，我们公司楼下的飞香咖啡吧，我们把话说清楚。发完这条消息，我关了手机。我知道是时候做出最终的决定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提前到了飞香，还是我们以前经常坐的那张桌子，但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。7点整，一凡准时出现了。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眼睛里有血丝，下巴上也有胡茬，显然这段时间过得不好。苏婉，他在我对面坐下，声音有些哑。一凡，我点点头。苏婉，一凡率先开口，你还是不肯回家吗？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把话说清楚。我看着他，一凡，我们离婚吧。他的脸瞬间白了。什么？我说我们离婚吧。我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很平静。为什么？他的声音在颤抖。苏婉，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吗？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？一凡，我问你，你知道韩志博欠债的事吗？他愣了一下。什么欠债？韩志博赌博欠了20万网贷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。他立刻反驳，志博不赌博，他人很老实的。我苦笑一声，老实？一凡，你知道那天雅琪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？不是妈说的，想让大家一起庆祝吗？庆祝？我摇摇头，那是一个局，一个专门为了骗我们钱而设的局。我把张美玉告诉我的事情，以及今天婆婆承认的事实，全都告诉了她。一凡听完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不可能，妈不会这样做的，不会。我拿出手机，找到那段录音，你自己听听。录音里清楚地传出婆婆的声音，智博确实遇到了点困难，20万左右。一凡听完，彻底沉默了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我看着他，一凡，你的家人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家人，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台提款机。苏婉，我不知道会是这样。他的声音很小。你不知道，还是不想知道？我反问。8年来，每次我和你妈和雅琪发生矛盾，你第一反应都是让我退步，让我理解，让我大度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矛盾总是围绕着钱？他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一凡，我爱你，但我不能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。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和你结婚8年，我感受到的不是被爱，而是被消耗。你的家人在消耗我的金钱，消耗我的精力，消耗我的耐心，也消耗我对这个家的感情。苏婉，我们可以搬出去住，远离这些纷争。搬出去住？我摇摇头。一凡，问题不在于住在哪里，问题在于你永远不会真正保护我。即使我们搬出去，你妈有事还是会找你，
雅琪有困难还是会找你，而你永远不会拒绝。我可以学着拒绝，学着。我看着他，一凡，我等了你8年，你现在告诉我还要学，我还要等你多久？5年、10年？他沉默了。一凡，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我深吸一口气。如果今天韩志博的债主找上门来，要你们还那20万，你会怎么办？他想了很久，才说：我会想办法帮他还的。听到这个答案，我心里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。我明白了，我站起身，我们去民政局吧。苏婉，他急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会改的。改什么？我看着他，改你的愚孝，改你的软弱，改你分不清是非的毛病。一凡，这些都是你性格的一部分，不是说改就能改的。可是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感情？我苦笑。一凡，感情不能当饭吃，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我需要的是一个能保护我的丈夫，不是一个需要我去迁就所有人的丈夫。我拿起包，准备离开。苏婉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他。如果这就是你的爱，那我宁可不要。走出咖啡店，外面下起了小雨，我没有打伞，就这样走在雨中。雨水打在脸上，分不清哪是雨水，哪是眼泪。8年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。回到林雨嫣家，他看到我浑身湿透的样子，赶紧拿毛巾给我擦头发。怎么样？他小心地问。结束了，我简单地说。他没有问更多，只是默默地给我倒了杯热茶。苏婉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他认真地说。你还年轻，还有大把的时间去追求真正的幸福。那一夜，我哭了很久，不是因为舍不得一凡，而是因为心疼自己，心疼这8年来小心翼翼维护的感情，心疼自己曾经的天真和善良，心疼那个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的自己。第2天，我和一凡一起去了民政局。整个过程很安静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眼泪，只有2个陌生人在办理一场结束的手续。离婚证到手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苏婉，走出民政局的时候，一凡叫住了我。对不起。我转过头看着他。不用道歉，这8年我们都尽力了。那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。我笑了笑。你也是，照顾好自己。苏婉，我会想你的。一凡，我看着他，希望你能从这件事中学到些什么。下一个女孩，希望你能给她更好的保护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。身后传来一凡的声音。苏婉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改了，我们还有可能吗？我没有回头，只是摆了摆手。有些路一旦走错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1个月后，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，是雅琪打来的。嫂，苏婉，听说你和我哥离婚了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心虚。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方案，没心情和他聊天。我想跟你道个歉。道歉？我停下手中的工作。关于智博欠债的事，我之前真的不知道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绝对不会让你们花那些冤枉钱的。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苏婉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沉默了一会儿。雅琪，我不恨你，但也不会原谅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伤害一旦造成了，就无法挽回。我平静地说，你们伤害的不只是我的经济利益，更是我对家庭的信任，对感情的信任。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恶意，没有恶意。我冷笑。雅琪，你觉得我是傻子吗？那天在餐厅，你们一家的表现，哪一点看起来像是没有恶意？他沉默了。雅琪，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。我的声音变得严肃。人在做，
天在看，你们这样对我，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我就听说韩志博出事了，因为还不起网贷，他被债主逼得没办法，竟然想到了卷款潜逃，结果被抓住了，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，还要赔偿损失。雅琪为了给他找律师，把自己的嫁妆都卖了，还向各种亲戚借钱，搞得一家人鸡犬不宁。婆婆也因为这件事病倒了，血压高的住院了。一凡夹在中间，既要照顾生病的母亲，又要处理妹夫的法律问题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没有幸灾乐祸，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。如果当初他们不那么贪心，如果当初他们把我当成真正的家人，也许一切都会不同。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。半年后，我的项目成功了，国际品牌对我们的策划方案非常满意，不仅给了丰厚的奖金，还决定和我们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。因为这个项目的成功，我被提拔为创意总监，月薪翻了1倍。站在公司的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繁华的城市，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这种成就感是我在婚姻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。以前的我总是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认可上，建立在家庭的和谐上。现在的我终于学会了为自己而活。苏总监，恭喜啊！同事们纷纷过来祝贺。谢谢大家，我笑着和他们握手。苏总监，今晚我们要去庆祝，你一定要来啊！好的，我一定去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一家高档餐厅庆祝。觥筹交错间，我忽然想起了半年前那个痛苦的夜晚。如果有人告诉那时候的我，半年后我会过得这么好，我一定不会相信。但现在我相信了。有时候结束一段错误的关系，反而是新生活的开始。敬酒的时候，我举起酒杯，心里默默地说：谢谢你，苏婉，谢谢你勇敢地选择了自己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接到过一凡家人的电话。我们就像2条平行线，各自走在自己的道路上，再无交集。这样很好。有些人注定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，真正值得珍惜的是那些真心对你好的人，以及那个勇敢为自己而活的自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